嗨，大家晚安。我要来玩新游戏。这个游戏呢，评价很不错，看人家写的，然后有一点点解谜的成分，然后它有中文，也很亲切，直接新游戏。然后就有个前情提要，然后呢，介绍一下这个背景。他在昂德米尔镇。因为有中文字，所以有些背景太琐碎的介绍我就没有讲了。这个是主角继承了叔叔的一个店，应该是一个药草店。还有个第一天。好，我找到了，有段文字提到了一个神秘的漫游菇。等你来到了这个图书馆，我再跟你细说。还有一些关于镀金善德拉的记录。好，我们先叫客人进来了。哦，路过这家店，他有一个特别的请求。他的楼上夜里会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。他需要圣约翰红花这一株吧，所以我要给他使用植物，然后识别了之后就可以收集。这样就完成了。锁心花，传说锁心花可以打开任何的锁，不论锁有多么复杂或安全。这种植物的叶子呈心形，也被戏称为爱情锁。好，我们多了一个条目。好，早安，有封信给我。好，这个镇真的是烂透了，他遇到了抢劫。好几天之后呢，担心这一片恶土上面每个灵魂都感染了一副坏心肠。有一个陌生的善良人救了他，他去了镇子的南边的树林养伤，跟一群女人在一起。他看着一个鲜花，然后就哭了，因为他提醒了我，这个世界有美好的存在。嗯，好，他要找一个叫做柠檬衣的东西。这个答对了，获得新职务。我每治好一个客人，就获得职务。好，他说他做了一个梦，看见一个女人，很明显的在描述那个梦里面的内容，所以他需要
睡好觉。睡好觉呢，他有讲，他需要一个叫做森林章球。我成功了。好，我多了一种叫做有骨花。这游戏好小品哦。叮，下一位客人。他要找什么漫游菇？漫游菇，我要根据他的提示，然后寻找他需要的东西。他就是要一个菇。我的百科里面没有收有漫游菇。然后呢？重复提示，我应该去一趟安塞。我要去。我可以出门去图书馆吗？好，我要选探索之心。探索之心可以帮助我打开地图。他刚刚说是去哪里呢？在这里啊，安布塞。刚刚眼馋。我点了这个地图之后，就右上角出现了这个词条，说图书管理员西蒙尼。他会给我们一些线索，我们就可以收集到了耶。漫游菇，漫游菇长这样子。因为这样的命名的关系，是因为这个蘑菇的下面有漂亮的流线状，因此得了手指祸害的别名。太棒了！那我现在就知道漫游菇是什么了。他帮我更新词条。这一个错误，它会有一个恐惧蔓延的东西。成功了。然后一开始他是找到了某样东西，他本不该找到，那是一本书，藏在安布塞德镇图书馆被人遗忘的角落，所以我们还要再去图书馆。第二天，礼拜六 ，H 行第3条河，可以摸猫，喂小黑猫。还要一个 A 开头的东西，这个叫做甘迪根，应该是这个。这叶子摸起来很粗糙，没错，是这个。识别，好多了一种叫做焦露草的东西。是邮差。哈德诺特山上有一个旧的板岩矿井，里面长了一些特别的菌菇，都是我们的好朋友不知道的东西。这样子，他觉得我会有兴趣，所以我要去哈德诺特山，在这里。店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事情可以做，我是不是要他提示我才能去到那些地方？好，他要去调查一件谋杀案，希望有胡章花，这个吧，试试看。真的耶！
好，我要帮他加入了我的黄色小书签。叮，好，在圣约翰红花的帮助之下，总算听到了那些啊，他是楼上说有人，他睡觉的时候有人讲话，有个灵媒用在这个房间，确切的来说是一个非法使用，为那些容易上当的伤心人举行午夜招魂仪式。你知道有什么植物可以吓跑他们吗？我需要正常的睡觉。好执着哦，他要找一个叫做丑角兰。答对了，一点点小推理，观察他的百科上面的东西吧。百科上面跟他的植物画的几乎很像。丑角兰，叮，下一位。好，这位叫做贝瑟尼的人，他说，有一个人去世了，但是他的死因很奇怪，修女不会向外求助，这件事已经超出他们的认知范围了。如果我把信给其他的修女看，他们就会同意让我进入森林，所以呢，需要使用玛丽之息。我把没有辨识过的放过来好了。玛丽之息有点像这个，我来试试看。使用，收集，然后成功了，他给我一封信，打开。我们没能履行好作为森林的守护者的职责，有人盗走了我们的秘密，还谋害了阿尔达，所以他在格里泽戴尔森林的某处1英里的地方。托福镇，这里到托福镇。好，是在这里的区域要点对。一名修女阻止我进去，但是我给她看了一封信，她就让我过去了。所以我被带进了一个围墙的庭院，穿过巨大的橡木门。好，桌上躺着一个人，遭遇不幸的那位。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痕迹，但他张开的双眼是黑色的，他的嘴巴、血管、头发都像渡鸦的翅膀一样黢黑。带我过来的人问我说：“你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引发的吗？”我开始研究，我要找一个叫人草的东西给他。好，人草据说当特定的毒出现的时候，人草的长长的叶子会变成黑色，所以可以来验毒。虽然它不会开花，试试看。使用植物成功了，它叫做人草。OK， 好，我提取了一份阿尔达的协议的样本，放在人草的面前，结果它的叶子就变黑了。我可以说明它是镀金善德拉中毒。我提出我的发现后，很快就被赶走了。修女们似乎不想让我待在那里，不过他们在我走的时候送我几样植物。哇，获得新植物了！叮，我差点要举报你了，笨蛋！
你上次给我的植物让我的皮肤痒到不行，我需要仔细想想该用什么植物。哦，我要给它2选1，我不能让它皮肤发痒，但是必须要医治它的病症。一个是油骨花，一个是焦露草。好，焦露草的说明书是说，美丽的花簇由许多的小花组成的，虽然很难照料，但是成为了备受追捧的装饰性植物。这种植物很漂亮，但裸露的皮肤接触到会引发这是伤痕吗？所以我要给它的是油骨花。这个好像哦，它叶子有特殊的这个味道，油骨紫色花果有淡淡的牛油味道。这油骨花，好，把油骨花给它。好，我识别了10样的植物了，多了一个百科。不要在这里呢，把这个贴上，确定。好，完成。书里的内容让他着迷不已，同时又恐惧万分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，他做了决定，他永远都不会使用他所发现的力量，他要把书藏在绝对不会被找到的地方。这是什么线索？礼拜日第3天。这个的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去，因为刚刚那什么哈德诺特山上，哈德诺特，我点点看，电车隧道入口有一个铁门，因为废弃多年，锈迹斑斑，但推不动。我要找锁心花。锁心花可以开任何的，答对了，恭喜！好，这个门开了之后呢，我就得到了3种识别的植物，新的菇，新的菇，叮。猫咪，他在找一个什么植物油可以缓解智力减退的东西。好，这边可能都不是。他有个，我要回头查一下我的信件，我要去探索。霍克斯黑德镇以北，这是哪里啊？霍克斯黑德镇以北，洛伊克村以东。霍克斯黑德镇以北，这里117。好，我这里有个成就叫做破解第1张线索卡。田地边沿站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的身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。他的心智受损，看起来无法补救的样子，空洞的眼睛没有聚焦在任何的地方。随着我的目光扫过他的脸庞，一声低语传了过来，但只是一声低语。他抬起了胳膊指向远处，我的视线跟随着他的伸出的手指，惊讶地发现那里长着一簇野花，深藏不露。我得到了新的植物。好，我现在破解这个线索 ：H 行第3条河。H 行第3条河，左边到右边第3条，还是右边到左边第3条？H 行第3条。
好，的确是左边到右边，河中有一只死鹿，发黄的骨头和暗皮的腐肉刺出，一只鹿的死亡为众多的生物提供了生机，可以收集，获得一个新植物。好，这个应该就是他要的东西了。居物，收集，这个才是我要的植物。可恶，差点要 GG 了。但还有一次吧，还有一次。我把它标注一下，她是不是叫夏日女士？成功了，就是你。我刚刚没有收集到，起来。听说阿尔达被杀了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不信任修女会，但在我看来，阿尔达总是会去关照那些不幸的人。这是邮差。他给我一封信，裂缝那边冷得受不了了，我无奈只能掉头。我是建议不要去大山墙，如果你一定要探索的话，务必做好防范措施。然后他给我植物，一个菇类。叮叮，西蒙尼，嘿，猫咪，他是图书馆员。根据葛雷森的药草学，红枫上有很多，红枫上面有很多。好，我要去找新的植物。这一出吧，它这一出叫做什么普通什么库草吗？它不普通，这里的植物好不普通哦。红色给你，你叫不普通。叮。跟神秘学打交道的时候，他发现这需要有代价，所以呢，不管怎么样都会被讲说是巫术。好，他威胁了一个，说要把小男孩变成蟾蜍，然后对方说他只会吹牛，所以他要我在我这边找可以把人变成蟾蜍的草，叫做光沸草。我今天看有人就是在实况吧，然后他们就讲说，圣诞节了，怎么大家还在看实况？你又是没有地方可以去吗？我想说，今天礼拜日啊，干你屁事！收集，好，你叫做光沸草，我知道了。给你一个黄色的标签。叮。他说可以改善，他有一个改善听力的植物，但是不记得名字，只记得是鲜红色，所以我直接找圣约翰红花给他就好了。这个使用，我还要记他们的药效，酷毙了！这也是一个记忆力的游戏。好，我翻出了一张卡牌，但是它被失去了一角。他说时间过去了1年又1年，
那本书一直藏得好好的，但看不见不代表想不起。他休息的时候想着，干活的时候牵挂着，睡着的时候梦见的都是那本书。那本书是什么？第4天，星期一，我拿到了一个线索。叮！他说孤张花没有用希望可以让他吃下饭的药草叫芬尼特，在这里。给你，成功了。它叫芬尼特。哦，它跟夏日女士长得超级像，但是它不是。叮，邮差来了，他给我一封信。我本来昨天就要告诉你，但不小心忘记了。他最近去了格里泽戴尔森林的拉斯兰德村东北边，发现了植物，跟他以前见过的都不一样。要是修女能让我单独待一会儿，我就会把她带回来。但他们最近好像有点防卫过度。他说在格里戴尔森林的东北这里，然后拉斯兰德村东北。东北这一区都是自我从路上走下来开始，就摆脱不了被注视的感觉。突然，前方有3个穿着绿斗篷、手持榆木短弓的女人挡住了我的路。根据阿尔达的命令，无人能在森林里面随意的行走。哎呀，我要有柔光花，我才能继续走下去。啊，这个探索好大哦！好，我给他的东西对他没有什么效果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又要2择1了。我不是给他铃兰香，就是竹木。有一个戴着翡翠面具的女子，每晚都出现在他的梦里，而且对着他大叫。他的背后有一个身影吗？黑暗的身影。他想要看到那个深渊，又感觉很害怕。所以我先看一下铃兰香感觉是增加灵能力的东西。这个木质经燃烧会散发强化通灵的能力。那竹木是什么呢？所以我要给他可以通灵的草。我现在可以用它提示我在这边。好解谜哦。这个是 N6 N6 成功了，果然是这个线索。好，流水声轻轻的拂过，阳光从云团之间洒下，我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。我收集到了2株新植物，这一株是我要的。
好小品的游戏哦。耶，识别了。叮。好，他只是来告诉我说，他擅长种花草，他的小图书馆里面有关植物的书都是他祖父收集的，所以我肯定感兴趣。收集，他叫做埃尔斯贝斯夫妇，邀请我去他们的城堡。叮，他在找一种黄色的花朵，可以缓解胃部灼热。这个好像是我之前有给出的东西。这个是不是有粗糙的？对，是他。对不起，已识别，差点我就要被我自己害死了。叮叮。据说黑库姆山闹鬼，他是要来一些臭山帽的日落山帽。他在赛泽城堡这里。他给我2株植物，还有一个百科词条。好，这个埃尔斯贝斯夫人热情地问候我，然后他带着我逛花园，一边回答他的问题，并给我一个植物。到了图书馆，我还是研究了一下，把一条有趣的消息记录了下来。我现在得到了2株新的植物，然后跟一个词条。巴克巴罗村的东北部山区，这个吧，我试试看。是它，圆索草收集。哦，日落山帽是一个菌帽。半球状的东西，多了一个词条。然后我获得了一个新的植物跟一个日落山帽的词条。菌帽呈半球状，所以这不是，这才是吧？这个是日落山帽。日落山帽。收集，耶！我成功了。然后我要把它标注一下，因为我玩很多游戏怕做了功课会不好玩，所以我很多游戏都没有做过功课。结束。翻一张。她独自一人住在修道院的西北边的城堡里。她把丈夫埋在城堡东边3英里处，那是永恒之心生长的地方。15岁的时候，伤寒症带走了她的坚强、可靠、体贴的母亲，她变得内向起来，而她的父亲开始借酒浇愁。这一副就是要叫我去修道院的西北边，就是有一个是森林里面的一个。这个的话，我先试试看，因为他说在格里泽戴尔森林。柔光花，这个我们试试看。是它，耶！多了一个词条。获得了新植物，叮！
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到处都能看见那个戴着翡翠面具的女子，那个增加通灵的植物，所以我要给她无忧花。好的，无忧花试试看，使用植物，耶，是它。叮，好的，他要写东西给我，他在找一个温斯特泉，然后呢，他要找一个普通裤草，这个吧。收集，我要去到赛德伯镇的西边，或许在河源头的附近。好，我要小旅行了。这里吧。那位隐士的营地很容易就找到，就夹在泉水的上方2块巨石中间，石头圈起来的火堆。余烬，这里有人存在过唯一的显著痕迹。往下2，往右3，所以我要在 J22 往下2。我要在 J22 往下212，往右3。所以在 L25 的地方，温斯特泉的营地又把我引向另外一个差不多的营地。有一个古怪的男人招呼了我。哦，对的，呵呵呵呵，你必须收下这个。在他的坚持下，我接下了他塞到我手中的镜子，他在上面小心地包了一层红色阿伯尼。我肯定他很不正常。我得到了东西啊！我在玩推理的游戏，这个推理好适合喜欢小推理的人哦，因为它不难，然后看地图能找到东西这样。据说红阿伯尼这种植物具有隐秘或是秘密植物的作用，它改进了一个装置。可以将植物提取物与一个观察窗相结合，就可以发现肉眼不可见的神秘之处。哦，要跟植物的汁液结合。好，往深挖应该是这一株，给他。好，他要找跳心草，我看一下。草，最近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多了很多工作。使用，收集，耶！果然是这个。我刚刚看刺鱼果，我觉得刺鱼果就是这其中的吧。他又来了。有一个人请他去协助巨石原证的调查，他怀疑是有点献祭的痕迹。我要找女巫飞格给他。他有提示啊，看女巫飞格这个，我把他名字打起来。
是他，所以另外一株就是这文国了。我把它标上。叮。我从没在你的店里面看见过人影。他很惊讶，我的店怎么还没有倒闭？要你管！我的店怎么还没有倒闭？丢给他。耶，是的，就是你。看起来很像独孤，但是其实它可以用。给你一个红色的标签。好的，结束。好，科尼斯顿村老人三盲眼看向湖对面，他的思绪随着河水漫游，温柔的向南飘至分岔口。这是地图的方向。不久之后，女孩离开了家，她的父亲哭了，但她完全沉溺在自己的悲痛中，就那么放她离去，也没有去找她。他讲说这个故事好像在藏一本书，在一个图书馆里面的一个角落，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在哪里。我把这个拍起来，我去找这个地方。他通常这个东西好像都会用到，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。叮。然后他要我去找一个特殊的植物，然后我要开启探索之心。你是画是什么东西啊 ？F2 吗？咬人的昆虫在空中到处乱飞，泛滥到无法忍受。如果我身上有蓝冬花就好了，蓝色冬花把它们赶走。我要找东生花。使用就是它，收集。好，在这里啊，我把它标注一下，给它一个紫色的条目。那个下着大雷雨，好，收集。我获得了一个新的植物，在这里红色的，叮。感谢你之前的帮助，我帮助了修女会。好，他们要找一位失踪的应该是逃走的修女吗？叫西雅。这个吧，耶，识别它了。叮。好，这个问号就代表说，就我们之前识别过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他说长得有点像灯泡，味道很浓，不过是好闻的那一种。这个以便是植物，这个我没有做记号，是因为我之前不记得他是谁。好了，我给你一个紫色的，它在我之前的辨识种类。嘿，对，这只猫好可爱啊！它会因为叮叮，所以它会惊吓。它要我加入他们，这是干什么？因为你搜查不出来，所以你要借用我们的力量。我特此代表救赎之种，这种
这个群体联系你。你的专业知识对我们很有用，而且我们可以提供丰厚的回报。如果你可以跟我们合作的话，就在周5前把一盆圣约翰红花放在萨吉尔村的教堂外面，不要犯下无视我们的错误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你不跟我们合作，你就糟了。萨吉尔村。萨吉尔村，那个村子在哪里啊？然后要把圣约翰红花给他，垃圾。确定，我完成了他的要求了。好，他告诉我们。那个巨石阵真的有一个举行过仪式的痕迹，所以呢，他想要一些这个毒草的样本。这个东西，老实说，我是不知道是什么啦。不要吞服这种植物的汁液，血液会被善德拉藏毒污染后，嘴唇和血管会变成黑色，必死无疑，而且过程很痛苦。这种植物的毒性特别的强，只是触碰叶子就会感觉到痛。一个心，对，它叫做镀金丹德拉，它念蛋，使用。好，多了一个词条。我把它标注为红色好了，给你放旁边。冰，好，他要找一个叫做皇家龙胆的植物。有一个叫老人山的地方吗？这里，盲眼的看向湖对面，他的思绪随着河水漫游，温柔的飘向南飘向岔口。飘至分岔口。O17选，没错，这个消息就是 O17。我到了分岔口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停了一会儿，倾听水滴碰撞的声音。回家的时候，虽然我全身都湿透，但我十分有兴致。我并不是空手而归，我获得了2种的植物。哇，2个紫色的小花花。这个修道院西北边的城堡，我觉得可以来找找看。这个修道院西北的城堡里面，东边3英里处，1、2、3是永恒之心的生长地。找到了，在 B4山坡上立着一个孤零零的枯树。树皮被火烤裂焦黑，而另一侧的低丘上生长着一片花丛。这把永恒之花吧，这个是皇家龙胆。这一副就是他要的东西。是的，是他。已识别，收集，然后我把刚刚那个标注上好了。
终于又平安的结束了一天。差一点最高，南边5英里，正午太阳下，宁静生长中。好，离开之前，他回到藏东西的地方，小心翼翼的取出了那一本书。在此过程中，兴奋感一点点增加。他说不清那本书为什么如此吸引他，但此时此刻，他已经完全陷入了痴迷。那本是什么书啊？第7天，礼拜4了，我已经过了1星期了。叮！好，他拿了皇家龙胆之后呢，发现灰烬里面有一个金色的吊坠，吊坠的背面刻着所罗门的权杖，让我醒来。这是一种植物吗？所罗门的权杖。这个所罗门的权杖很棒，我多了一个所罗门的权杖。叮！好，他刚刚有跟我们要东西，所以那个毒药是真的是杀害对方。确认的仪式中用了这个镀金蛋的拉，所以那个修女是中毒死亡，她需要少女艾。好，少女艾，据说这种植物柔软的叶子放在食指和拇指间搓揉，可以放置思绪漫游，提供集中注意力的功效。真的，它就叫少女艾。他要去黑库姆山。想要去山上的时候，要带那个夜视草，看起来就是这一株了。夜视草，真的耶！已识别植物，我等一下又要去找植物了吧？因为我植物只剩下几株了。叮！啊，眼白是绿色的吗？它需要一些灰沙火。这个使用植物就是你了，耶！我给你一个黄色的灰沙火词条，结束。好，起初他感觉到自由畅快，但过没有多久就尝到现实的苦不堪言。吃的是偷来的食物，睡的是临时的落脚点，不知何去何从，这些他都不在乎。最终，他走向了格里泽戴尔森林。是那个逃走的那个修女的故事吗？好，洛伊克村到吉尔海德山啊，名字好绕口。确定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开地图啦。星期5啦，第8天。这个2个谜团，没有解决哈。好，我们先解决一个洛伊克村。伊尔吉尔海德山跟
洛伊克村。好，这里。这只喜鹊先看到了我，我不知道它已经盯了我多长的时间，但我可以看得出来，它对我的动作感兴趣。一种奇怪的感受从心里升起，让我有了离开这个地方的冲动。但在此之前，我要收集一种植物进行后续的研究。一只代表忧愁。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一只喜鹊，还有一种我以前没有看过的植物，两只喜上眉头。这个双关啊！呀，获得哦，客人来吧。我读不懂的东西，下次再说。你在威胁我。好，我要帮他找一个叫骨脆草的东西。这种植物的花瓣可以来配置淡德拉藏毒的解毒液，那是一种会使血液慢慢变黑，最终导致死亡的致命毒药。它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气味，与所罗门的权杖类似。这个978。看错了，这个是最高，所以差点最高是这里。博费尔山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成功了。这片林子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，鸟语声如同海妖的呼唤，可以收集耶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耶！启用观察装置。哦，这是骨脆草。这个，我把它折起来啊。可是它跟那个一点都不像。这是骨脆草吗？真的。这里 B， 这个纪念碑名字叫做斯瓦夫长老。幻星派的人过着孤独的生活，被一种危险的药瘾所控制。他们为了从幻星草之益强大的药效中受益，从小就开始培养对这种草药的耐受性。一旦停止摄取，就会死亡。这种非比寻常的植物零星分布在纪念碑周围，所以它这个草是什么？幻星草吗？啊，长成这样。我要帮他把项链摘下来。他戴的是什么东西啊？长修草。我要找一个叫做长修草的东西。长修草有时也叫做女巫疗法，据说可以解除诅咒，所以他的项链有诅咒。所以它不是幻星草，它是长修草。哎，找的那个地方它不对啦，我要把它改名叫做长修草。叮咚，
他给我就是我以前的叔叔大衣口袋里面找到的纸条。好吧，下一个。这个线索我现在没办法破解。好，他给我一封信，贝洛克的秘钥。贝洛克的秘钥是将3种特殊的植物花瓣碾碎后制成的，对于加强记忆非常有效。它可以确保服用者保留好重要的信息，绝对不会忘记，避免重复葛雷盖尔的命运。他在服用贝洛克后逐渐迷失心智，会持续12个小时，一直盯着一面空白的墙。没了。好，现在只有2株，刚刚那应该是第3株。作为孤身一人的年轻女子，修女会接纳了她，给她容身之处，这是救赎的机会，新的开始。好，拿到一个线索。星期六，第9天了。贝洛克秘钥，今天先营业。我要给他热文果，这个是不是这个？是它，这我之前已经辨识过了，太棒了！镇上到处都流传一个戴翡翠面具的女人。的确，怪人哪里都有，不过那个人不同寻常。他给我个信，邮差给了我什么东西？贝克富特蜡烛，就是他。他刚好吸食了一个东西，所以他变成绿眼人，是一个提升意识。他嗑药他要换新草。这个像不像？就是他。原来还在嗑药。换新草跟长修草长得有够像。前2天，他在黑库姆山爬了一圈，真的去爬了耶！回到平地之后，听到了一个可怕的声响，在山脊的高处看到一个穿着斗篷、戴着翡翠面具的一个女子。然后呢，她旁边是有一个黑暗的身影，而且黑暗的身影，所以她需要治疗头痛的野云台黑鹿堂的肯德尔镇。为什么这么多秘密呀？黑鹿堂的肯德尔镇。我先去肯德尔镇好了。我找到了黑鹿堂上的草药学。柜台后面的男人说：“我认识你。”我们围绕着各种各样的植物热烈的讨论一番。经过了漫长的2小时，我们决定进行交易。
原来罗伯特会收集不同的菌菇，而我恰巧有他需要的。感觉是这个家里冬虫菇，是他。然后我又获得了3株神秘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在这个点，肯特米尔村眼睛这里127，我从肯特米尔村出发，跟着眼睛的方向走，最终来到了肯特尔镇北面的一个小树林。真的有植物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他要的吧？野云台。贝克富特蜡烛，贝克富特。我来看一下啊，贝克富特在这里。蜡烛，蜡烛将我引向沃斯特湖的东边，北边雄伟的斯科费尔峰是英格兰最高峰，所以这边是英国。然后我找到了新的植物，我原来我是个解谜的药草师。冰，好，有一个蘑菇可以驱邪避凶。吸光，所以是日落山帽，成功了，已识别。我还要记住它的功效哎。叮，可怜的鲁本，他想要知道巨石阵举行了什么仪式，有人突破了虚空，呼唤了某种东西。是不是跟古神有点关系啊？他说试图把那个召唤的东西带到这边来，所以尸体被召唤的东西撕碎了。然后呢，他有一个想法，他在有一个预言书里面找到了一个东西，要我再去格里泽戴尔森林。哇！先结束。我看到地北村了。日复一日，他专心的听从阿尔达的教诲，执行分配给他的任务。而关于那本书的思绪，如蚂蚁啃噬一般，日日萦绕在他的心头。这是跟什么诅咒有关吗？好的，我们看，被发现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了。吴克斯菲尔泽村以北2英里。这张卡牌我还没有找到东西啊！我又有新的线索了。吴克斯菲尔德村，吴克以北2英里，1、2。3只渡鸦在上方盘旋，它们呀呀的叫声撕裂了宁静。这是一种预兆，我要带着我的东西就离开了。获得了新植物。
好了，我先解决一下他们的困难，收集。你那天问起了长梅阁，可惜我并没有这方面的信息。不过卡尔德修道院在当地的传说有着丰富的知识的储备。如果你过去的话，修士会要求你提供一种植物，但他们不会告诉你想要的是什么，算是一种测试吧。他们从来都没有让我进去翻看他们的资料，所以我要去卡尔德修道院。大大的橡木门开着一扇小很多的窗户，一道声音从黑暗中传来，然后非有勿近。无章花，给你友好的象征。小口砰的一声关上，橡木门无声的慢慢的朝里转动。一个穿着纯棕色长袍的男人引着我进去。当我打听长梅阁的时候，他沉默的点头，带领我穿越修道院，到达一个摆满了卷轴书和书籍的图书馆。他一言不发的停了一会，审视一番，然后抽出一个卷轴递给了我。关于长梅阁，这是昂德米尔镇北边的巨石原镇。根据当地的传说，有一名叫做长梅阁的女巫和她的女儿们一起住在附近。他们的行为狂放，不信上帝，会使用邪恶的魔法。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越界太过，梅格和他的女儿们都变成了石头。当地人把原镇主体一旁高高立着石头称为长梅阁。这里这4个其中一个吧。当地人把这一片宽阔的黑土称为死人地，然后可以收集一个植物，黑乎乎的，应该在那个附近。好，他一直要去找到底谁那个修女会的东西，这样子。那修女会一直保持秘密，他不告诉他，所以他找一个叫做三眼花的东西，大大的花朵。这一个三眼花给你收集。叮咚。好，我要配置秘药了。这里吧，19I。贝瑟尼似乎可以让他的修女同伴远离森林这片区域，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这样。然后呢，树木很古老，我需要给他2选1的东西。好，我先献上这个灵魂花，太棒了！
哦，他要一个东西叫雀光草，这个吧，雀光像雀光草，收集。很晚了，哎呀，糟了，要2点了，糟了，要2点了。翻牌。不久后，他就了解到修女会是有秘密的，亦或是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。他是机缘巧合下来到了这里，还是说他们其实是故意找上门来？他不确定，但现在他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会不顾一切得到它。他给了我一个坐标，星期一，猴子穿新衣。好的，这个我还没有破，但是我的探索之心开了。我要在902这里吧，803，所以我要116啊。答对了，起奏峭壁有一个底线，一路延伸，然后收集到一个新的植物，那个昂德米尔镇的北边。因为我之前以为北是往北一，其实是不是这个女儿巨石阵？所以从女儿巨石阵开始往南3、东2。这边河流的上游开了一个特别的花，收集获得这一株。然后这个就是哭泣丽人，我把它标注一下好了。答对了，下一题。他要我去杀一个人，如果一个幻星派的成员已经来到了镇上了，所以他要求我把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给他。叮，他找一个叫做贝洛克密钥，他说在这个位置，贝莫洞。在这里没错，南西，所以这个南不算，就是南而已。北不要动，南西南。哦，这个有点难。我来到了一片荒原上，周围的陡峭山峰和低垂的云层，在一列列紫色石楠花中，石楠花，我收集到了新植物。九瓣，这个。我依照他给的3个图花的图去配看，成功了！
长梅阁这个位置在巨石阵，这个巨石阵其实是这个女儿巨石阵，然后南3东2，1、2、3，有蚊子，我要杀蚊子。在 D27这个地方，收集到了一个新的植物，然后我要给他贝洛克密钥，我刚刚调制出来了，直接给他收集。叮，他要找一个开着紫色小花的，开着紫色小花的。这两个好像哦，是这个吗？是耶，所罗门的权杖。叮。上礼拜太冷了，对啊，这礼拜还好吧？你们有想要去跨年吗？跨年应该会感觉变冷。好，他给我一封信，他要我去收集。铃木花。好，铃木花有个特殊的包子，就是这个，我把它打起来。铃木花，我现在会玩的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我上次没有把它录起来，但是其实我已经玩到一个结局了。好的，这个今天应该先关店。翻开，好，当机会终于降临，他一刻都没有犹豫。之后，阿尔达死的时候，他只感觉到兴奋不已。在他第一次见到那本书后，这么多年，他终于有了他所需要的东西。第12天了。Hello。7，好，这可以收集到2个植物啦。把它移过来，叮。给我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个打开，要用到一个就是解锁的一个草，又忘记它叫什么草了。就是它可以开启任何的锁。锁心花，这个打开。首先是尸体之友，向死而生，然后是所怀绿爪，捆缚恶魔，捆缚魔藤。哦，好，它这里有这个是对付那个恶魔的。好，沿着达登支流前往源头处。达登，这里吧。收集，好，获得了新的植物。
我有个大勾勾。叮！他告诉我们说修女会被袭击了，然后给了我们一封信，让我们去找福克斯菲尔德三叉戟。来吧，这个福克斯菲尔德三叉戟是要用到这个特殊的东西。这里三叉戟，OK， 是 K8 这个位置，然后获得一个新的职务。好，完成了，把它收起来。叮！好，他要我们提供给他2选1的东西，一个叫做剑魂花，然后另外一个叫小乐物。这是刚刚那个有一个人叫我把它给他，我不想听他的话。剑魂花，剑魂花可以保护他，我给他剑魂花。叮！好，他给我了一个介绍的小卡片。我可以去他这个古物店，来吧。这里，好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店，就是他刚刚跟我们介绍，得到了2封信件，一个叫诅咒密钥，一个叫做圣昆丁密钥。我们先结束吧。翻开。好，他带着阿尔达的知识踏上旅程，向西前往巨石阵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准备工作都被看在眼里。耶，第13天了。叮！好，他要一个东西叫黛西物，这个吧，这个黛西物。死人手指，我好像知道死人手指是什么东西。把它移过来，叮！好，送信的方式非比寻常，给我了一封信。如果你认识你的植物，这封信就是给你的。这我知道要怎么看。这封信的观看方式就是要用这个特殊的道具。呵呵，看来你成功了。面朝费伯尔山北边，位于埃斯克河源头。费伯尔山北边，这里得到了植物。叮！啊，还要我去找一个东西。蘑菇，昂德米尔镇西边树林，在湖的对面。昂德米尔镇，
蘑菇，我得到了菇菇。它这个好多谜题哦，放。好，他要我给他进气草，这个。其实如果我每个植物我都记得住的话，我可以不用上标签。好，他要找一个东西叫蓝竹草，看起来这个看起来是这个，真的耶！哎，我完成了今天的工作。这是婚礼用的草，把它标记放过来，叉叉。好，我们要寻找这个东西。他说在恩德摩尔村这里，恩德摩尔村，我记得啦，我记得还是在这里。好，为什么会在那个点呢？就是它就是连线起来，缺一个角，最后一个角就在 H25这个地方。然后给我2株的新植物。好，结束。好，牧羊人看着他准备之后需要的用到的叶子和根部，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太阳慢慢落山，而牧羊人就一直盯着，看着他在烛火旁忙碌，时而静静坐着，时而像舞者一般在石头间游走。变化来得很突然，但也很微妙。一开始这个窥视者都不确定有情况发生，然后他就看到第4天，我们应该快结局了吧？好，我们探索之心来探索这个东西。我要把抽屉拉开，在这里东边8英里，往右边数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成功了，收集到2个新植物。这个西蒙尼跟诅咒密钥，诅咒密钥可以现在看，诅咒密钥的重要程度蛮高的。往生花，这2株是没错的，我只要知道最后一个谁是汉查克就好了。这个吧，这个。我成功了，我获得一个密钥。好，我们开始第14天。叮，好，他要我帮他解毒，可以用皇家龙胆这个啦。
按错了，差点给他毒上加毒。叮！啊，他还活着。我要给他圣昆丁秘药，因为我是不是还没有调制？一片五角突出的叶子赋予勇气。获得秘药啦，这个是圣昆丁。好，蒙卡斯特。我们要去这个蒙卡斯特这个地方，城堡吧。点了之后，他又给我第2张，他流血了，我要给他圣昆丁秘药，我们要让他去送死哎。叮！他给了我一封信，写着“萨吉尔圣杯”。萨吉尔圣杯，我要找这个地方。我要找萨吉尔，哎，在这里。萨吉尔圣杯，这里成功了。线索帮我带到一个河岸，然后收集一个植物。耶耶耶！叮！啊，给我个词条，吉藤网。这个我可能之后要用到。选歌会跑出一堆人，真的吗？不会吧？我跟你讲，大家退群没有手动搜寻是没有人的。迷宫饭哦，我知道迷宫饭，迷宫饭我之前对我不信啊，这个动漫科哎，我真的不信，我这种小不拉几。这个玩完我们就来玩。动漫歌曲2选1，这个吧。叮！幻星派的猎人竟然还活着！如果你不跟我们站在同一边，你就是我的敌人，我当然是你的敌人啊！这个混沌邪恶的家伙，他要召唤魔鬼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翻一张新的牌。一个黑暗的骷髅身影在女子的背后升起，伴随着低沉原始的咆哮，在空地上响起。牧羊人转身就跑，冰冷的恐惧在他的血液中流窜。他没有跑多久。就被拍死了。星期5，他好像16天还是17天就结束了。这个位置在这里，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，因为我已经玩过一次了，没有录到。好，有几株草这样。叮！好，邮差给了我一封信，叫我去一个地方。安塞德村的女士要我去一个洞穴，是东边的某个地方。东边的这洞穴就是在讲这个洞。
好，我要给他一个草叫做农夫愁。好，我把农夫愁加进去之后，得到了2株植物，2株菇菇类，菇放上面啊。叮。好，他要找一个叫做苦曲花的，我没有那么多词条苦曲花。异世界啊，我最喜欢的还是12国记，好老。还有人记得12国记吗？苦曲花这一株吗？真的耶！好，我们给他苦曲花之后，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，说这个梦里的这些事情是真的，然后他觉得不太对劲。苦曲花，你说12国记吗？12国记不是一堆美男哦。12国记跟12国记的女主角叫做杨紫，然后反正他就跟他的朋友吧，反正就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，然后他的那个好朋友，说实在也不是真的好朋友，这样他们就会发现，就是在一路上就一直被追杀，这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追杀，很经典。如果没有看过，可以再把动画拿回来看。我要买他的 CD， 那时候他后来出 DVD 吧。他居然要我配置诅咒秘药给他，诅咒秘药喝了好像会被就是有点像行尸走肉。我给他，然后我之前有配过。叮，他要找一个叫做干石菇。我已经看到干石菇了。经典的吧，经典的有几个，我到现在如果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话，好像还是会再回去翻一下。但如果说真的要跟别人推荐的话，我是不太会讲那一座，因为它真的是有点，那是我高中之前的动画了，很久。叮。我已经控制不了她了，她就是翡翠面具的女子，然后因为她召唤出了一个恶魔吧，所以我要给她2选1，这里还蛮关键的，就她要寡妇哀或者是死人手指。我记得我好像当时候给她的是控制强力控制的吧？你不是要跟恶魔对抗，就是要化身成恶魔。使用。他要找一个东西叫荧光角的。我们解完一个谜题啊，它就会多一个词条或者是一些东西给我们，这样。荧光角，好，荧光角应该是这个，使用就是它，我看得懂就好。这个。荧光角角放旁边，结束，快要结局了。他终于有了这么多年以来
一直渴望的力量，一个按照他意愿行事的仆人。但这样的力量是有代价的。仆人觉醒了，而且不被控制，他就是巨魔德鲁尔，他就是死神。他召唤了一个死神出来。好，这里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那个。哦，他就算那样子，我还是要去找东西。这个吧，我一定要找的原因是因为要打 BOSS 了。这个是最后一天。城堡以东，好像这个城堡以东，跨越河流，穿越山道。答案告诉我在这里。哇，完全找不对地方哎。这株很重要。有5株植物吧，在这里。尸体之友，好，这个其中一个结局，但我不知道是哪个结局。有一个小石池位于空地的一侧，有5个。这个我们按照顺序，把它放上来，确定，然后我们就交给他了。格林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后来有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声响，全部人都吓了一跳。有一个戴着翡翠面具的女子，带着她的恶魔走向我们。她说她是自愿投降，不能让仆人不能让仆人怎么样，因为她控制不住她了。那个生物猛然的冲过来，巨大的胳膊像镰刀一般挥向她，尖叫声刺破了冰冷的空气。他双膝着地，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头，但那即将撞下的一击似乎扫到了边上。野兽的爪子最终嵌在泥土中，而非那个女人的背上。哦，他拿了一个小红瓶，谢。就罗维娜就抓住了瓶子，回到了这个石池。将血液倒进那个小洞，有一个明亮的光柱射向了仆人，击中了他的前胸。响彻天际的雷鸣伴随着炫目耀眼的光芒落下，仆人就不见了。我们成功了打败仆人了吗？驱逐，我获得了这个结局。星期5，当一切尘埃落定，仆人无影无踪，我才得以思考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。还好西亚能够把野兽控制住那么长的时间，如果他没有阻止他，让他肆意造成破坏，谁能说清楚会发生什么呢？继续，昂德米尔镇发出从未有过的喜气和生机，太棒了，这是 good ending。 当然他们并不知道完整的真相，只知道就不清楚仆人召唤出来是戴着翡翠面具的女子就是西亚。好吧，我们就回到了成功的驱逐，这个结局叫做沉睡的德鲁尔结束了，仆人可以回归到尘封的书架上，只在黑暗故事中存在。结局2，古翠草。
然后他这个达成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不能让猎人死亡，然后他出现之后就是不帮助他协助杀掉猎人，然后也不去他的那个仪式，他就只是藏起来而已。啊，这个西雅就戴翡翠面具的女子，然后最旁边的那个是律师啊，律师是就是这里有个律师，因为我没有杀掉他，听说可以杀掉他有一个成就呢。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结局一是什么。结局一就是血肉横飞，就仆人走了，但是朋友也就是西雅会死亡，这样就是给他一个草，让他就那时候2选1的时候给他一个草，就让他变成放大恐惧，所以那是结局一。结局2最好了。然后结局3呢，是我们去把仆人控制住了。就结局3是我们是大反派。其实我觉得他的结局都蛮值得玩的，都跑一趟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因为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是我协助他把他杀掉，然后他要去抢他，因为他是想要邪神复活的那个混乱邪恶的教派嘛，所以西雅就杀掉了所有的教徒，然后因为我们曾经帮助过西雅，所以我们就活下来了。然后所有人都敌视我，还不错。他这个继续的意思是，他会继续让你把那个没有辨识完的药草，就是辨识完。好，他这边就是最后一个会把这些都标上，然后解开这2个这样，所以差几个吧，差22个，22个把它标上之后，它就给你一个成就，然后这个游戏就到此结束了。这个游戏结束啦，我觉得很小品就喜欢推理的人都可以玩玩看，因为它的推理没有到非常难，然后也有游戏内有提示，算是蛮亲切的吧。然后跟着地图去找目的地，10小时内可以玩完。然后要跑其他结局，我觉得也是行啊，因为其他结局有点像是我看看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反应这样。但我觉得最好的应该是结局2吧，就我刚刚过的那个。然后不然你就要成为混乱邪恶结局3，我来就控制仆人，变成大 boss 这样啊。那这个游戏就结束，退出啦。